什么？他喃着，界边痕，他身上那些伤究竟是怎么来的？难道与我有关吗？蓝曦臣晕道，不是和你有关，难道是他自己无缘无故弄上去的吗？魏无羡又退了一步，温和之人的怒意总归更加可怕。好在蓝曦臣仔细看他神情，怒意渐渐转为疑惑。他皱眉道：“你记忆有损？”魏无羡无法回答。然后他明白了，所有的来龙去脉在蓝曦臣堪称平直无波的叙述中渐次清晰。最后一根琴弦搭了回去，一波之下，灰尘骤落，奏出一声沉寂多年的余音。魏无羡一步一步的后退，他想逃，他又想逃回蓝忘机身边去。他错过了一个世界，又失去了一个世界而不得弥补。我以为什么？蓝曦臣说，听起来仍有几分愠怒。是我先以气息误他。我以为他至多是魏公子，时至今日，你还不懂。蓝曦臣一字一顿地问他，愤怒、失望、伤感，皆尽有之，亦或被时光洗得一样也无。忘记对你心意，岂是仅为行事负责？岂是要拿你回云深不知处问罪？魏无羡的背心抵上了一扇门板。蓝曦臣在遥远的地方看着他，魏无羡想起昔年将满周岁的蓝云恒，他无法面对那样的目光，于是转身逃进了背后的门。门砰地合上，他抵着门板喘息，一缕极稀薄的天光射入，眼前满是震起的浮尘。这不是他此前休息的屋子，更像一间闲置的旧室，又被人定时打扫布置整洁，只有清冷的空气招征着此处久无人居。魏无羡脑中纷乱一片，在原地站了半晌，蓝曦臣并未前来叩门，空气中便只有他低而嘶哑的呼吸声。心在胸腔中跳动的厉害，他将手在心口压了压，向前茫然地走了几步，本想寻个地方坐一阵，大抵是心下慌乱，手肘不知在昏暗的光线中碰到了什么。只听一声闷响，一个支架倒下，许多东西接连从架上翻了下去，哗啦一声，如一场小小的山崩，看得魏无羡忘了抢救，一时只顾愣神。纸张窸窸窣窣的互相磨蹭，响声落定，空气中只有再度扬起的浮尘。魏无羡兀自愣了好一阵，终于认命般叹了口气，俯身去捡地上落着的东西。这屋子像个书房，落在地上的大多也看起来似书卷。魏无羡捡了落在最上面的2本，信手一翻，却发现是本乐府谱集，里面尽是低头弄莲子、莲子清如水之类的歌谣。他一时间觉得好玩，蓝家尽是黄钟大吕，清新破阵，居然还有这种东西。再捡2本，又都是民间话本故事，一个讲女盗成侠，一个讲世子玉龙，看得魏无羡暗自惊讶，心想此间莫不才是蓝家真正的禁书室。所有的书翻到最后，都在墨页背面落着一个小小的字，字迹娟秀灵动，仅那一字便如飞鸿落雪。魏无羡看了几本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蓦然回身看向对面的墙壁，那里挂着一幅画。先前他乍一看，以为不过是房中普通的丹青点缀，此时细细看去，画上每一笔都细致入微，笔触淡薄却含情极深。画上是一个女子背影，穿着蓝式的白衣，臂弯间搭着一条月白的帛，仿佛下一刻便能转身过来，露出脸孔上的盈盈笑意。然而画面已然定格此间，画上虽无落款，却有年月。魏无羡无声地算了算，除非蓝忘机6岁时蓝曦臣能画出此等作品，作画的人应该是他们的父亲。他放下手中的书，绕过一地狼藉，在画前合掌闭目，心道：蓝夫人，晚辈无礼，扰您清静了。晚辈收拾完马上便走，您再多担待几分，万谢万谢。他说完，俯首在画前郑重地拜了3拜。书卷已经被他拾得差不多，剩下全是散落一地的微微发黄的信纸，一眼望去有3、4种字迹，应当原本也是按一定的顺序放置的。魏无羡无意窥人隐私，心里道一声得罪，硬着头皮去捡，先将字迹看上去差不多的归为一类。有一种字迹写信最多，其上露出一行无期见信如晤，应当是清衡君写与夫人的。另外还有一叠，便是先前魏无羡见到的灵秀字迹，写的是阿唤如晤。魏无羡想起蓝曦臣说过的话，这4人常年分居，互相见不到面，倒是信慢慢的写了不少。又或者有些话望着人的眼睛说不出，
便只好写到在纸上。蓝夫人的信反面往往还有一行月币，读于阿占厅。那时蓝曦臣应已大些，蓝忘机却还小。魏无羡遥想蓝忘机小小一个，像个粉着玉器的团子，凑在蓝曦臣身边听他读信的模样，轻轻地笑了一下。再往后便没有清衡君与蓝夫人的信了。蓝忘机与蓝曦臣的字很像，只是一个更素锐，一个更疏朗，几封信排在后面，所言多与其母亲之事有关。魏无羡将那些泛黄的纸页一一收好，终于只剩最后一封还落在地上。魏无羡最后一次弯腰将纸捡起来，那是蓝忘机的字，却是少见的潦草，仿佛路程半途草草写就。魏无羡总觉得一瞥之间瞧见了自己的名字，便有些好奇地多看了一眼。他的手蓦然一抖，蓝忘机写：兄长见字如晤，战书求媒妁婚约，与云梦将是魏无羡。时间是他在云梦遇到蓝忘机的那个寒月。魏无羡颤抖着将信翻过来。彼时射日之争方毕，云深不知处百废待兴，蓝忘机又或在外夜猎，蓝曦臣回他也不过是写在同一封信的后面。他提笔写了，却又划去，再写，还是划去，如此反复，留给蓝忘机的也只有一行字：机已决，禀于叔父，不必禀我，择宴为质即可。魏无羡手指一松，纸页悠悠地飘落，如一只折翼的蝶，最终落在地面。鲍燕未采那里，是真的要像莲花坞将3书6里走完。但很快，在那一年的最后，蓝忘机还是姑苏蓝氏的蓝忘机，魏无羡却不再是云梦江氏的魏无羡了。魏无羡推门出去时，天色已明。小筑的木廊下坐了一个人，白衣抹额，手旁搁着2坛天子笑。风吹起他的发梢与墨额飘带，与蓝曦臣叙述中与魏无羡回忆中的身影重叠起来。蓝忘机，他听到身后门响，回头随即皱眉，似是拿不准魏无羡眼下的神情。魏无羡想说很多话，但有很多岁月哽住了他的喉咙。门在身后合拢，他从狭窄的石阶上奔跑而下，蓝忘机还不及回身，魏无羡已经冲下来，极尽用力地撞在蓝忘机背后。魏无羡抱住了他，蓝忘机微微睁大了眼睛。魏无羡抱得很用力，他浑身都在抖，脸孔埋在蓝忘机坚实的肩膀上，气息呼在蓝忘机的颈窝中，那呼吸也是颤抖的。风吹过鬓边，许久，蓝忘机在原地转了一下身，轻轻地回抱住了魏无羡。他的手臂轻轻拢在魏无羡背后，然后用力地紧紧地将人拥住了。魏无羡在他耳边重重地吸了一口气，发出一声沙哑的叹息。蓝忘机说：魏婴，蓝云恒月末5岁时生过一场病，那时他不叫蓝云恒，也不叫蓝志，旁人唤他阿夏，他在莲花坞。他对那场病没什么记忆，大抵昏睡了2、3天。有人说他发了一场疹子，他自己什么都不记得。